2025最新恐怖片《未知哭声》来了，骨灰级作品，为何死亡能够传染？且听金彩娓娓道来。话说小美是西班牙一所大学的学生，一到晚上她就跟一帮随友去花天酒地，她的男友保罗去澳大利亚玩耍一段时间，所以到了半夜他们就会视频通话。她的生活平淡如水，跟其他的女大学生没有什么两样。一日她经过一栋白色的高楼，有一种奇怪的声音传入她的耳朵，她摘下耳机，这下她听清楚了，那是女人的哭声。很快那个哭声消失了，反正是把小美搞得莫名其妙。大家注意看，就是这栋高楼。一日下午，她从学校提前回家，闲着无聊就跟保罗发短信聊天，还自拍了一个小视频。发送完毕之后，她又想再看看，结果在视频里发现身后的房门处站着一个黑影。小美觉得很奇怪，于是回头一看，啥也没有。她尽可能的放大了视频的像素，没错，那个黑影就是一个男人的模样。她实在太好奇了，就走到父母的房间，问他们刚才会是否去过他的房间。父亲老卡承认，他刚才的确在房门口站了一下。随后老卡递给小美一封邮件，哎呀，弄了半天老卡夫妇是小美的养父母，他们在很多年前去了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，在中间人的介绍之下，他们领养了小美。现在这封邮件正是来自阿根廷的，是关于小美亲生母亲玛丽所持有的一些证明文件。不过在这封邮件里还有警方的说明，那就是玛丽在1个月前在精神病院自杀身亡。小美他们家之所以会有现在这样的局面，那是因为老卡夫妇在圣诞节说漏嘴导致的。小美到现在还责怪他们不说实话。老卡夫妇对于玛丽的离世表示遗憾，玛丽还是十分的生气，于是回房上网去查找亲生母亲玛丽死亡的信息。一通操作之下，他找到了母亲的相片，这才得知母亲玛丽是法国人，以及死亡的大致原因。主要是玛丽有很严重的精神问题，之前杀了一个跟小美一样年纪的女大学生。小美看的是震惊不已，她还把具体案发地址输入到谷歌地图，那是一栋白色的大楼。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眼熟啊？没错，这栋大楼跟之前小美路过的那栋白色的大楼简直一模一样。隔日，小美把情况告诉了保罗，保罗表示抱歉，出了这样大的事情，他竟然不在小美的身边。小美觉得自己很无助，就在校园里漫无目的的坐着，然后拿出手机翻看自己曾经拍摄的视频以及照片。渐渐他有了惊人的发现，没错，他一直处于被一个老头跟踪的状态。从外形轮廓来讲，他们就是同一个人，他以前没有察觉出来，现在小美慌神了，这简直细思极恐啊！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隔日小美的生活和学习一切都照旧，到了晚上她就跟保罗视频。小美说了很久都不愿下线，突然小美看见保罗身后的房门出现一个男人。哇塞！小美眼睁睁地看着保罗死在她的面前，可是她无能为力，毕竟保罗还在澳大利亚。很快小美出席了保罗的葬礼，好友辫子妹和卷发妹也来了。小美把自己认为的凶手说了出来，她觉得凶手就是那个一直跟踪她的男人，像是一个老头。卷发妹就有疑问了，凶手是怎么知道保罗在悉尼的？小美想了想，于是掏出手机开始拍摄，他想找出那个神秘的跟踪人。从那天起，小美不时的拿出手机拍摄视频，就连晚上睡觉也是，有时她盯不住就睡着了。半夜果然有个老头出现了，时间过了1个月，养父母看不下去，就来劝说小美走出这个阴影，但是效果不大。不久，养母从法国大使馆那里得到消息，于是就告诉小美，她的亲生母亲玛丽在布鲁塞尔还有个妹妹。然而小美对于那个未曾见面的姨妈不感兴趣。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。一日晚上，小美和好友卷发妹以及辫子妹走在街道上，只有她听见了女人的哭声，表现得很异常。而2位好友完全不知道小美在干什么，她一直盯着那栋白色的建筑看着。她认出了这栋白色建筑就是母亲玛丽在阿根廷出事的那栋建筑，她在谷歌地图上见过实景，
就算是化成灰他都认得，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冲进去看看。可是卷发妹和辫子妹不想小美做出什么傻事，坚决要跟过去，于是就放他们一起进到这栋建筑内，而且告诉他们这栋建筑跟阿根廷的那栋建筑一模一样。两位好友听的是一头雾水，只见小美凭着自己的直觉做着每一件事，两位好友就默默地跟在后面。接着小美带着他们上了消防楼梯，然后来到一个楼层，小美对着一间房门发着呆，她非要进去不可，让两位好友在外面等她，里面黑不隆咚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两位好友当然不会这样做，于是掏出手机的电筒，一起走了进去。三人竟然被困在这个奇怪的楼道里，无法走出来。画面一转，时间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。卡米在一所电影学院的导演系学习，老师对他拍摄的短片作品很不满意，于是艾琳就拿着摄像机满大街的寻找拍摄素材。无意中他注意到路边的一位穿红色衣服的漂亮女人玛丽，出于她的拍摄敏感度，就此开始跟踪拍摄。本地那些著名的景点和酒吧、电影院都留下了他们的踪迹，而且持续跟踪拍摄了好一段时间。一日，卡米来到那栋白色高层建筑所在的街区拍摄，他听见了女人的哭声，随后他就到附近玛丽的家偷拍。他看见了惊人的一幕，当时玛丽半裸坐在窗户边的晒着日光浴，突然走来一位老头，靠近了玛丽的身旁，可是玛丽一点反应也没有。突然那个老头看见了卡米，吓得他撒丫子就跑。他觉得那个老头非常的恐怖，后来卡米在剪片子的时候才发现，其实那个老头一直跟踪玛丽。当时卡米以为他就是路人而已，卡米惊呆了，他完全不知所措。于是卡米想了一个办法，就在玛丽经常去的酒吧，两人接触起来。没想到两人一见如故，玛丽很喜欢跟卡米在一起，还把卡米带回家一起玩。他们路过那栋白色的建筑，Nada mala vibra. Nunca has pensado colarte a una casa vacía en que no te encuentre nadie. 随后卡米在家里喝醉了，卡米就主动留下来照顾他，晚上他就睡在这里。到了第二天早上醒来，他发现玛丽不见，接着家里来人了，双方互相介绍之下，卡米这才明白光头佬是玛丽的父亲。他经常出差，需要玛丽照顾妹妹小乔，但是玛丽的玩性太重，经常忘记照顾小乔。光头佬隐晦地告诉卡米，玛丽得了跟他母亲一样的怪病，是精神方面的，由于是家庭隐私，就不方便细说了。随后卡米去了玛丽曾经去过的那些地方寻找她，可是依然没有什么结果。没想到一日，玛丽竟然主动来大学找他看电影，但是她的脸部有伤痕，卡米认为是那个老头干的，玛丽表示否认，卡米非要搞清楚不可，于是拉着玛丽去看他拍摄的视频。一开始玛丽非常的愤怒，没想到卡米竟然偷拍他的隐私，可是当他看见那个老头之后，顿时傻眼了。卡米拉着玛丽要去报警，他认为是那个老头打的玛丽，然而玛丽懵逼了，因为当时他没有看见那个老头。哎呀，卡米就这样去领了盒饭。接着玛丽觉得自己无法走动，因为被什么东西抱住，转头从镜子里看见，我的妈呀，她竟然是被老头拦腰抱住，只是她的肉眼无法看见而已，她到底是人还是鬼啊？很快老头放开了玛丽，然后彻底消失。玛丽吓得跌跌撞撞离开校园的宿舍，就在外面流浪一天，晚上就给妹妹小乔打电话，告诉她有个危险正在逼近。然而中途父亲接过电话，对于玛丽所说的话表示了深深的疑问，并且告诉玛丽她的母亲最后是自杀的，父亲让她回来自首。玛丽当即挂断了电话，随后她竟然来到那栋白色的建筑，冥冥之中她觉得自己非要进去不可，于是她就像小偷一样爬进去。她来到了一间空置的房间内，拿出打火机照明，然而身后不时地冒出一些老女人的鬼魂。她在一间房内看见了那个老头坐在床上，吓得玛丽转头就跑，可是她又被那些女鬼们围堵，房间的电灯根本不亮，她只能在房子里乱走。渐渐这才想起把窗户的百叶窗拉开，
最后玛丽被那个老头拖进了消防楼梯道里，硬是活生生的把他扔出那栋大楼。玛丽就想返回，可是他无法进去，接着就被赶来的警察抓住。随后玛丽被指控谋杀了卡米，再后来鉴定他有精神方面的疾病，就被关进精神病院。画面一转，时间回到了现在，小乔正在发躁，现在他的精神无法集中完成工作。这时他接到小美养母打来的电话，意思是他的养女小美，也就是小乔的亲侄女死了，而去世的时候，小美的同学卷发妹就在现场。现在小美的养母和卷发妹想来了阿根廷跟小乔见面，聊聊这些奇怪的事情。小乔答应了，随后他们就见面了。小乔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觉得那些事情同样